欢迎大家来到老爸的时光，把美食带进你的厨房。前段时间给大家分享了一道油酥饼的做法，我看很多朋友都在问能不能做成甜的。那甜的饼和咸的饼其实做法差别还是挺大的，所以今天就详细的教给大家一道香酥美味，能当主食也能当糕点，热着吃凉着吃都好吃的糖酥饼。首先来和面先在面盆中加入320克的水，再加入5克的酵母，简单搅拌。简单搅拌后，加入500克的中筋粉，就是家里做包子、馒头最常的面粉。做饼和面比较简单，只需要把面团简单的揉一揉，不需要揉光滑，就揉成一个粗糙的面团，没有太多干粉就可以了。做饼的面团如果揉多了容易起筋，起筋的面团做出来的饼，尤其是放凉了，吃起来就硬，所以简单揉一揉就好。就像视频里这样揉成粗糙的面团，就可以盖起来放在一旁醒发了但不能时间太长。做糖酥饼和普通的发面饼有点不太一样，具体的原因后面做的时候再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。那接下来呢，做饼肯定需要用到油酥的咱们就再准备300克的面粉，加入150克的油，揉成面团就行。用比较清淡的玉米油或者是猪油都行。把油酥揉均匀之后，同样放在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呢，还需要准备一点白糖馅儿，是250克的白砂糖，加入30克的面粉，再加入大约2勺黑芝麻增香，调拌均匀就行了。加入面粉是为了让白糖更粘稠，因为白糖一烤就化了，如果太稀热着吃容易烫嘴。准备好以上的这些材料就可以来制作了。制作的话呢，不需要让面团醒发太长时间，大概体积膨胀50%左右就行了，就属于半发的状态。因为面团的含水量比较大，加入少许的面粉防止粘手，再简单的揉一下，不粘手了就分成15个面剂子。那为什么做糖酥饼要用这种半发面呢？一个就是保证饼的口感酥脆。那有的朋友可能会问，不发这个面团做出来的饼不更酥脆吗？确实比这样做更酥脆后续可以给大家分享不发面的做法。但是不发面吃了不好消化，容易反胃，尤其是小朋友或者是肠胃不好的朋友，吃完了可能会难受，所以就加入酵母，让面团稍微发一下，会损失一定的口感，但吃起来依然香酥掉渣，而且好消化。分好的面团呢，咱们包上刚才做好的油酥，油酥也是分成15份，正好用完。用凉油做的油酥一般都是用来做糕点的，所以这个饼也算是发面饼和糕点相结合，所以当做主食或者是糕点都行的那等包上油酥之后，案板上撒少许面粉防粘，取包好油酥的面团先擀成手掌大小，像叠被子一样叠起来，再擀成手掌大小，再叠起来，里面就有很多层了擀好之后呢，咱们加入1勺刚才调拌好的白糖，想吃甜的话可以多加一点。包白糖的时候要把锁口锁紧实，尽量包的均匀一些，因为烤的时候白糖融化成液体会让这个饼膨胀，如果包的不均匀或者是有裂口，里面的白糖就容易流出来。包好之后沾上一层黑芝麻，擀成小饼放入烤盘。全部做好之后不要等，就刷上一层油，让烤出来的饼更酥脆，就立马放入烤箱。时间太长的话，里面有酵母，饼就发起来了，发起来的饼就不那么酥脆了。所以做好之后就立马放入烤箱，烤箱记得提前先把温度预热好。烤箱能够到达300度的呢最好，
到不了的咱就用最高温度，比如280、260、240也行，放在中层，时间呢是12到18分钟，看自己烤箱的温度，烤到焦黄上色就好了。可以先取中间值，比如15分钟吧。那这期视频呢，也是老爷子100期中式面点的第2期啊。那关于温度的这个问题，上期做油酥饼的时候啊，讲的非常详细了啊，包括饼的大小和温度都给大家算好了。所以温度的问题不明白的朋友啊，可以去看一下上一期做油酥饼的视频。饼烤好了之后呢，热着吃、凉着吃都行啊，当做主食、当做糕点也都行，香酥美味，非常哇塞。好了，那这期视频呢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啊，也祝大家生活愉快。